么事儿？我连熬3个通宵修 bug， 刚准备点击保存就传成了2皇子，我的代码呀！祸国妖君毁灭系统已绑定宿主江野，辅佐明君盛世系统已绑定宿主江堂。你也听见了，我绑定了个毁灭系统，系统硬性规定我必须在1年内搅乱朝堂，败坏皇名声，颠覆王朝，失败的话直接毒杀。放屁！我绑定的是盛世系统，硬性规定我必须在3年内辅佐太子，打造太平盛世。一旦王朝动乱，我和我哥，也就是你，一起赐死。也就是说，我如果成功把国家搞垮了，系统判定王朝动乱，你就会被赐死，并且连累我一起死。而如果我成功打造了太平盛世，你1年内没把国家搞垮，你的系统就会把你毒杀，然后我没哥了。这什么史诗级思索 bug？2条代码逻辑完全互反，这服务器迟早要炸。江野，我警告你，我是学历史的，治国理政我门清，你敢动这个国家一根汗毛，我先大义灭亲。我一个遵纪守法的老实人，连在游戏里都不敢乱杀 NPC， 你让我去当祸国妖君？这不欺负老实人吗？二殿下，公主不好了，黄河突发大水，淹了3个州，皇上在金銮殿大发雷霆，急召2位殿下上筹议事呢。丁，检测到朝堂危机，发布新手任务，你敢贪污1两银子试试？我不贪就要被雷劈啊！2位殿下，快走吧，去晚了脑袋保不住啊！走，上朝！为了活命，哥今天只能对不起天下苍生了。黄河决堤，淹了3个州，数万灾民流离失所，国库空虚。你们这群饭桶，平时满嘴仁义道德，现在全哑巴了。太子，你来说。父皇息怒，儿臣以为应当焚香沐浴，祈求上天保佑。好一个祈求上天！老二，你平时不是一肚子坏水啊，不鬼点子吗？你来说。请立刻提出贪污毒计，倒计时3、2。父皇，儿臣提议把赈灾款全发给富商，让他们去抬高粮价，我们大魏狠狠赚一笔。对，我们就该逼迫灾民去修河堤铺路，干活才能换饭吃。至于把钱给富商，那是让他们去外地大量收购粮食，趁机抬高粮价。父皇，我们大捞一笔啊！把钱给富商，外地粮钱小饼必因暴利运粮，粮多则价自跌。老二，你这以工代灾、伤流平价之策，简直是千古奇谋。警告：宿主提出利国利民之策，导致朝堂稳固，任务严重失败，开启1级电击惩罚。父皇，二哥这是想出奇谋，激动的手舞足蹈了。二殿下大才，既然此计是二殿下想出的，臣斗胆举荐，由二殿下作为钦差，亲自前往黄河灾区赈灾。若是不去，岂不是辜负了皇上的信任？不，我不去。准奏，老二，你这就立刻出发。父皇，儿臣愿与二哥同去灾区。我的金丝巢穴，这破地方连个外卖都点不到，我为什么要来受这罪？闭嘴！立刻开仓放粮，下锅熬粥。哎呦，公主殿下、二殿下，不是下官不放粮，实在是朝廷拨的粮有限，灾民却多，这粥熬不浓啊！警报！发布作恶任务，中饱私囊，引发灾民暴动，成功解除雷击，失败罚拉肚子3天。每锅粥里给我掺进半锅米糠和麸皮，越刺嗓子越好。省下的粮干什么去？不用我多说了吧？你疯了！你让人家吃牲口吞的粗糠，信不信我大义灭亲，现在就掐死你！高，二殿下高！假难民嫌弃不吃，唯有真恶极的人才吞，省下粮食转手一卖，下官这就办。多谢二殿下，虽然刺嗓子，但能活命恩人啊！哥，你居然用到了米糠变灾法，你救了数万人的命啊！盛世进度2%，宿主任务完成。警告：任务严重失败，惩罚即刻执行。我真的只是想干点坏事啊！茅房在哪里？殿下留步，赵尚书说了，您够狠。这本江南百官勾结太子贪污的生死账册，交给您了。江野，你给我住手！那是太子贪污的生死账册，是我整顿朝纲的核武器，你敢拿它擦屁，我今天就把你塞进茅坑里！我能怎么办？这里连根竹坑都没有。而且我的系统刚发布任务，必须销毁罪证，保全贪官，让朝堂继续腐败。我用它擦屁股，既完成了任务，又解了燃眉之急，这是一石二鸟。放手！我要拉裤兜了！不放！大魏朝的江山都在这本册子里。你拿走的是太子受贿记录那版本，我拿到的是赵尚书陷害太子这版本。所以，如果2半合在一起，太子和赵尚书一起完蛋；但如果只拿一半，就只够定一个人的罪。这不巧了吗？你的版本是对付赵尚书的，你留着；我的版本是太子受贿的证据，我烧了。咱俩的任务都完成了。你确定？算了，2半都在我这儿，我先留着，等时机成熟再决定用哪一半。不行，我的毁灭系统会电死我的！警告：宿主未在规定时间内销毁太子受贿罪证，任务失败。24小时内，宿主每次开口说话都会放一个响屁，且声音会如雷贯耳。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天理了？
先用这个吧，这次我先保管，后面再想办法。我想回家，我想喝肥宅快乐水。老二，你千里迢迢带回来的这半本破书到底是什么？父皇，这是赵尚书及其门生伪造太子印进贪墨赈灾款的铁证，儿臣拼死带回的。混账！赵尚书借太子之名，强行向江南商户摊派300万两中饱私囊，伪造太子印进私刻官服，把黑锅全扣在太子头上。父皇明鉴，赵尚书一党狼子野心，不仅贪墨赈灾款，还要动摇国本，儿臣差点死在他们追杀之下。好一个赵尚书！来人，传朕旨意，立刻查抄赵府，将其党羽连根拔起，一个不留。丁，保全太子成功，盛世进度+5%，奖励黄金万两，声望大涨。警告！宿主未完成毁灭任务，开启2级惩罚，强制光头30天。老二，你怎么突然秃了？儿臣为国操劳，殚精竭虑，聪明绝顶。好一对卧龙凤求！你们以为毁了半本账才救了我，我就会感激你们？我的300万两私房钱全进国库了。老二，你那个头型挺适合当和尚的，建议你考虑一下。糖糖，他刚才是不是在威胁我们？是已经在威胁了。走一步看一步吧，至少现在你只能站我这边了，哥，回去给你煮碗芝麻糊补板发。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死成啊？嘿嘿，光头30天哦！大魏皇帝，限你们3日内割让燕云3州，并赔偿白银100万两，否则铁骑踏平你们京城。父皇，二弟在灾区足智多谋，儿臣举荐二弟与北蛮和谈。丁，发布作恶任务，成功奖励浓密披发，失败惩罚说谎话跳西域肚皮舞。3州100万两，瞧不起谁呢？我做主割让5州，赔300万两，再送公主去和亲。来人，拿笔来！使者莫非真敢要这5州之地？那2州早埋伏了我军10万精锐和软金伞。至于我去和亲，本公主擅长刺杀，我敢嫁。你们单于不怕夜里掉脑袋吗？别走啊！我真的没埋伏，我真心实意想卖国的。丁，击退雄敌，盛世进度10%，兵权解锁。老二不惜自毁形象，剃发易服来迷惑敌人，好胆识！任务失败，24小时内，宿主每说一句谎话，就会不由自主地跳一段性感的西域肚皮舞。老二，朕把防卫大权交给你，你可有信心？当然啊，不，父皇，儿臣其实是个废物啊！造孽啊！我这嘴咋这么欠？将士们，二殿下带了1万两军饷来，咱们今晚终于能吃顿肉了。发布任务，激起兵变，2日内败光军饷，让10万大军饿肚子，引发哗变，即可判定死亡，带10亿奖金遣返回国。吃肉？吃什么肉？大魏的将士怎么能如此娇气？来人，拿着1万两去黑市，把所有发霉发臭的猪肝草、废铜烂铁、盐花八招猪全买回来，1粒米都不许买。二哥，将士们3天没吃饱了，买这些破烂会激起兵变的。对，就是要兵变，不仅要吃苦草，今晚全军还要绕着营地跑10圈，跑不完谁都不准睡觉。对，作死，跑圈，10亿奖金我们来啦！将士们，你们听到了吗？二皇子这是要把我们当畜生、当狗一样折磨呀！二皇子，你逼我们吃毒草，今晚我等就替天行道，反了！监测到10万大军已进入绝对狂暴状态，宿主即将被乱刀砍死。回国倒计时开始，5、4，哇哦，要回家啦！10亿奖金冲啊，宿主！反得好，李将军，你终于是个男人了。没错，我就是故意饿着你们，把你们当狗耍。你们这群窝囊废，有种就砍下我的头，不砍我，你们全是我孙子。不要啊，宿主哥哥要死了，盛世要崩塌了！混皇子，受死吧！谁他妈抢我人头？给我出来！是北蛮夜袭，今夜无月，兄弟们都有夜盲症，我们死定了！名场面开启，二殿下其实是在救人啊！不
不信，你们看看自己的眼睛。二殿下逼你们吃的不是毒草，是失传的枝叶名草。快，二殿下吃费芒镜，点燃烟花。这破草居然是神药，我们的11奖金又飞了。殿下算无一策，竟然故意激怒我等来麻痹敌军探子，末将罪该万死，愿为殿下赴死。为什么吃毒草也能立功啊？只是想激怒你们杀我，这破草为什么能治病啊？父皇，二弟在军营强迫士兵吃草，拿军饷买破烂，甚至激起兵变，若不斩首，可以服众。发布背锅任务，引火烧身，当众承认所有罪名，成功激怒皇帝下达死刑。发布背锅任务，引火烧身，当众承认所有罪名，成功激怒皇帝下达死刑。父皇，太子说的对，儿臣不仅逼他们吃草，还骂他们是狗，儿臣罪大恶极，请立刻将儿臣斩首示众。好，既然你一心求死，朕就成全你。不要死呀，宿主哥哥！大捷，800里加急大捷！二殿下神机妙算，一夜明草破夜盲，以火光阵下敌眼，10万将士领歼北蛮5万主力，斩杀敌军主帅。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吃草怎么可能打上胜？朕的好儿子，你刚才求死是为了保全军纪，把委屈全咽进肚子里啊！朕差点杀了我大魏的战神。我累了，毁灭吧，赶紧的。为什么这都不死？说好的11奖金啊！二殿下是战神。母后，江野那个贱种不知用了什么妖法，父皇对他言听计从，儿臣彻底败了啊！闭嘴！丢人现眼的废物！大魏朝堂靠的不是打仗，而是银子。本宫50岁寿宴在即，已请旨由江野全权督办，并把国库的100万两白银全交给了他。母后为何把这等肥差给他？肥差？这是催命符，办的寒酸是大不敬，大操大办，本宫就弹劾他贪污。本宫要他在寿宴上万劫不复。主线任务：骄奢淫逸，10日内败光100万两，办成史上最奢麻宴会，彻底激怒天下。花钱败家，这我可太擅长了啊！这回在京城当大贪官，10万两一桌菜，我看这次谁能救我？回现代倒计时走起！皇后的娘家贪没了江南300万两赈灾银，二哥，既然你要玩，妹妹陪你玩票大的。这寿宴，我要让所有世家门阀倾家荡产，划算划算！用100万两砸死世家大族。100万两！皇后的娘家此前可是私下贪没了江南整整300万两赈灾银呢。二哥，既然你要玩，妹妹今天就陪你玩票大的。这一次的寿宴，我要让全京城所有的世家门阀倾家荡产。二殿下，皇后娘娘寿宴的100万专款已结清，不知殿下打算请哪家戏班，订购何种山珍海味？戏团、海味，俗不可厌。这等俗物怎么配得上母后的尊贵身份？听好了，拿50万两去城外乱岗给我挖最臭的黑泥，把寿宴大殿的墙壁全糊上。再拿49万两去街上雇3000个乞丐，寿宴当天在殿内齐唱哀乐。殿下，这可是欺君的死罪啊！败家进度飙升，检测到宿主实施精神侮辱式寿宴，一旦开场必被凌迟处死。怕什么？出的是本殿下一人担着，剩下的1万两去铁匠铺给我铸一口2层楼高的大铜钟，我要在寿宴上亲自给母后送礼。哇，宿主哥哥这次是真的在疯狂作死呀！用黑泥糊墙，黑泥能隔绝一切金银宝器。二哥这招当真是绝妙的隐蔽手法。去查出国舅爷贪墨的300万两江南赈灾一银藏在哪儿，把银子全给我熔成砖块，砌进寿宴大殿的墙里，外面就用我二哥的黑泥糊上。传本王口谕，寿宴当天，皇亲国戚一律不准白嫖，想进门吃席，门票10万两白银一张。殿下，这会把全京城的权贵都得罪光的，根本不会有人来啊！废话，本王要的就是没人来，空无一人的寿宴，你看父皇到时候砍不砍我？冲啊，宿主！这一波作死堪称完美，凌迟在向我们招手啦！哼，江野这个蠢货竟敢收10万两门票，老夫就算把银子喂狗，也绝不去赴这荒唐宴。哎，你听说没？二殿下搞到了仙人长寿丹，吃一颗延寿10年，底价100万两，但只有买门票的人才有资格竞拍。延寿10年？哼，江野这个蠢货竟敢收10万两门票，老夫就算把银子喂狗，也绝不去赴这荒唐宴。哎，你听说没？二殿下搞到了仙人长寿丹，吃一颗延寿10年，底价100万两，但只有买门票的人才有资格竞拍。延寿10年？老夫贪了那么多银子，正愁没命花，这药必须拿下。警告！宿主连续3次恶意操纵市场，扣除威望500，再违规24小时内每说一句谎就随机失忆一件事。又要失忆？我刚才
在想什么来着？ 10万两一张票，每人来最好。这个嗨蛋，为了他我连记忆都开始丢了，他最好别让我失望。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好臭呀！宿主哥哥这是在用生化武器吗？上礼。哦耶！大丧钟来喽！母后一路走好。宿主，天哪！儿子居然在皇后寿宴上送公主！逆子，你耗费国库100万两，就弄出这么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这是在诅咒皇后去死吗？你眼里还有没有朕？还有没有王法？儿臣就是盼着皇后早点升天，早死早超生啊！儿臣就不诅咒她，请皇立刻判儿臣凌迟处死，顺便把我们江家九族一起诛了吧！混账！朕也是江家的，你连朕也要一起诛！皇上，二皇子大逆不道，此等谋逆之罪，当场诛杀也不为过啊！逆子，朕今天就砍了你，以谢列祖列宗！对，就是这个角度，父皇快砍，千万别犹豫，儿臣罪该万死！等下，头皮好痒。我的头发为什么现在长回来了？30天还没到吧？系统，你玩我呢？小安，你给我出来解释清楚！那个系统刚出了个 bug， 人家不是故意的，代码写早了一盏茶的功夫。一盏茶的功夫，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老子顶着光头死，痛苦剪断，你让我顶着一头秀发死，我走都走不安稳。老二，别嚎了，现在大家以为你在表演神技呢，还不接着演下去？糖糖，我这样像个刚出道的戏仔，挺好看的。快看墙里！天啊，墙里不是泥砖，是银子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啊？完了，我的赈灾银怎么会在墙里？启禀父皇，这不是普通的银子，这是国舅爷贪墨的江南300万两赈灾银，银砖底有江南府印。草民乃江南灾民，国舅贪墨赈灾款，444福光同保。殿下以黑泥藏银，借寿宴之机，拼死向皇上死谏啊！哇塞，宿主变成大英雄了，凌迟大礼包泡汤喽！惩罚口是心非。宿主接下来24小时内，所有内心真实想法说出口都会自动变成一句对皇帝的恭维。好一个国舅爷，好一个江南巨贪，朕的国库空虚，你们却富可敌国。皇上饶命，臣冤枉啊！是二皇子陷害臣，陷害！银子是从你庄子上拉出来的，门票是你花200万两买的。若不是老二设下这10万两一张门票的连环计，朕怎能将你们一群蛀虫连根拔起？来人，将国舅一党打入死牢，满门抄斩。皇后失德，去夺凤印，禁足冷宫。吾儿，你为了大魏江山，为了天下苍生，竟甘愿背负不孝之名，连死都不怕。你送的这口钟不是送给皇后的，是送给满朝贪官的丧钟啊！二殿下大义，二殿下千岁。老二，你为何要自污名节，以身犯险？儿臣为父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吾儿忠孝两全。啊不，父皇英明神武，儿臣万死莫辞。口是心非惩罚持续中，宿主哥哥加油哦！二殿下千岁。我就是单纯想送个钟啊！到底是谁把银子砌进墙里的？恭喜宿主再度封神，全大魏都觉得你是忠臣啦！吾儿江野，你反贪有功，今年的恩科科举，朕决定破格由你担任主考官，大魏的未来交给你了。二殿下，科举乃国之根本，老臣已将各大世家最优秀的才子名单拟好，只需殿下走个过场，盖个印即可。当主考官又不能死，有什么意思？开启新篇章主线任务，慧根断机，请宿主在科举中录用最极品的废材文盲疯子，彻底搞垮大魏朝堂。任务成功即可判定大魏亡国倒计时，原地遣返。亡国遣返？哈哈哈哈！老子终于要成功作死回现代了。走过场，那怎么行？本王选官绝不要你们世家这些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吾儿果真是刚正不阿，大魏之幸，社稷之幸啊！传本王命令，本次科举不考四书五经，不考诗词科赋。那不考四书五经，考什么？就考谁最离谱，谁最没素质，谁最像个废物，本王就点谁做状元。丞相大人，稳住，别断气呀！大魏文坛的未来可全指望废物啦！写的什么破玩意儿？字迹这么工整，一看就是世家的废物，淘汰。
都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想让我大魏亡国，必须得找点不一样的垃圾。找到了，我就不信没人交白卷。好，这份卷子简直是极品中的极品，不仅交白卷画王八，还敢在卷子上糊泥巴，这简直是对朝廷赤裸裸的蔑视。大魏需要这样的人才。二哥，这画王八的人叫狗大锤，是个连大字都不识几个的铁匠。好一个狗大锤，他不当状元谁当状元？让铁匠当状元，宿主你为了亡国真是越来越不贴实了。大哥的计划又顺利前进一步。还有这个在考场上睡了3天，流了一圈子哈喇子的张三，点为榜爷；那个在考场里抓狮子吃的李四，点为探花。哇，一个流口水，一个抓狮子，这届科举是垃圾分类现场吗？哈哈哈哈！大魏的朝堂要是混进这3个卧龙凤青，不出3个月必亡。父皇看到这份名单，一定会气得直接诛我9族。我终于可以回家了。二哥，你高兴得太早了，大锤哥可不是一般的铁匠，你会后悔的。宿主，你的自信让筒子感到害怕，祝你好运。皇上啊，二殿下疯了，世家才子一个未中啊！他竟点了一个铁匠，一个嗜睡症患者，一个抓石子的疯子为1甲3名，尤其是这个状元狗大锤，竟在圣贤考卷上画了一只王八，这是在辱骂皇上此举。二殿下此时想毁了我大魏的文脉。江野，你给朕解释清楚，这只王八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若说不出个所以然，朕今天就革了你的王爵，将你打入死牢。父皇，不用解释，儿臣就是故意恶心您的。这3个人就是纯纯的废物，儿臣罪无可恕。请立刻判儿臣死刑，赶紧动刀吧，求您了。哼！你以为朕不敢杀你？快批下来，老子要回家了！父皇且慢！二哥苦心孤诣，你们竟然连二哥的绝世大局都看不懂。长公主休要胡言，一张画着王八的废纸算什么绝世大局？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这根本不是王八，这是黄河100年来最复杂的水陆防汛图。狗大锤祖上3代皆是黄河修堤人，他虽不识字，却用泥巴标注了黄河所有暗礁和决堤点。二哥一眼就看穿了这幅治水神图。这是黄河水势，那他妈真的只是一只王八呀！榜眼张三乃是算学痴汉，他写满口水的卷子实则是天书。他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梦中推演大魏未来10年的钱粮赋税，脑力耗尽才昏睡。流口水也能脑补成算学，你们是有毒吧？探花李四乃是农学奇才，他吃的不是狮子，是刚刚侵袭江南的变异蝗虫。他在以身试毒，寻找灭蝗之法。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世家才子怎么会输给这些恶心玩意儿？俺确实是按黄河画的，俺还以为没人懂呢，没想到二殿下竟是俺的知音。你们这些世家门阀，成天只会写那些花团锦簇的废话。国家遇灾，你们连个治水灭蝗的法子都拿不出。老二不惜背负天下骂命，采用盲选奇才之法，硬是替大魏选出真正的栋梁之才。臣有罪，世家知错。二殿下打破世家垄断，唯才是举。二殿下乃天下寒门之再造恩公。我等愿为二殿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丁，任务毁根断基彻底失败，宿主挖掘出3位绝世名臣，大魏国力暴涨30年。系统惩罚赐予宿主千古圣贤称号，声望值突破人类极限，恐怕回不去喽。我只是想找3个文盲啊，谁他妈教你们在考卷上画图的？大魏的百姓是不是都有病啊？殿下晕倒了！快传太医啊！西域36国愿奉上100年和平国书，唯求大魏一位成年皇子与阿伊莎和亲，共结秦晋之好。皇上，万万不可啊！这阿伊莎公主号称西域黑寡妇啊，更是西域第一毒师，谁娶她谁就是嫌命长啊！之前西域内部联姻，她连克3个未婚夫，全是在洞房花烛夜暴毙的。公主的美意，大魏心领了。
但朕的皇子们近日皆有婚约在身，这和亲之事恐怕……触发主线送死任务，牡丹花下死。只要宿主迎娶西域第一毒师，并在洞房花烛夜被成功毒杀，即可判定任务圆满完成，奖金10亿，立刻返现大爱，冲啊宿主！父皇，您怎么能睁眼说瞎话呢？儿臣至今未婚啊！老二，你疯了！你可知他身上带刺啊？带刺怎么了？儿臣就喜欢带刺的玫瑰。为了大魏的百年和平，为了两国的百姓安宁，儿臣愿以身食虎。公主，你带毒药了吧？发作快不快？别废话了，父皇立刻赐婚。这大魏二皇子莫不是个急着投胎的疯子？今晚就入洞房。二殿下，良辰美景春宵苦短，且与阿依莎饮了这杯合音酒吧。此酒名为十步断肠散，乃是我西域秘传，喝下之后肠穿肚烂，神仙难救。警告！宿主威望值不足，兑换2枚大欢喜随丹，需透支未来3次任务奖励。是否继续？透支后若未来3次任务失败，将强制剥夺语言能力3日。继续！你敢怀疑本公主的毒术？这毒见血封喉，绝无虚假，哪怕是一头大象，喝下一口也必定七窍流血而亡。太好了，西域果然是良心企业啊！公主，你真是我的大救星。这杯是胃下毒的，你喝它做甚？万一你这毒发作有延迟呢？我再喝杯正常的压压惊。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吐血？公主，你这毒药是不是有延迟啊？我现在只觉得浑身发烫，像是有个火炉在肚子里烧。不可能，十步断肠散发作极快，你现在应该已经5脏俱碎了。你为什么还在出汗？来了！器官开始燃烧了，肯定是毒性发作了，我要死了！现在的西梅斯，我回来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竟然用无上内力强行炼化了天下第一奇毒，还将毒力化为了己用！你到底是大魏的皇子，还是什么隐世的老妖怪？为什么毒药会变成大补药啊？我这该死的越来越健康的身体！我不信你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躯，你一定是用了什么妖法！去死吧！检测到致命物理攻击，请宿主千万不要躲避，迎接心脏穿透，即可光荣殉国。对，就是这个角度，用力，刺准一点，千万别手抖，直接扎透我的心脏。内力外放，反震断刃。大魏竟然有这等传说中的活神仙，我西域输得不冤，输得不冤了！我输了，西域第一刺客，在殿下的神威面前简直是个跳梁小鬼。阿姨妈愿忠诚效忠殿下，甘做殿下的奴仆，生生世世绝不背叛。皇上节哀顺变啊！二殿下为了大魏舍身食虎，昨夜必定已经毒发身亡了。老臣这就去安排国葬。二殿下，西域公主殿前觐见。国葬取消喽，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老二，你没死！父皇，儿臣不孝，儿臣不仅还活着，儿臣的身体甚至比以前更好了。我现在一拳能打死一头牛。筒子检测到身体线健康指标已经爆表，活到100岁毫无压力哦。启禀大魏皇帝，二殿下神功盖世，以无上德行与武力彻底折服了阿依莎。阿依莎愿代表西域36国向大魏上二殿下永远臣服。这是西域全境军事驻防图，与36国玉玺印进，作为阿依莎的嫁妆，全部献给大魏。哇，这么多玩具，来哥你要发财啦！不费一兵一卒，不仅没死，还把西域36国收复了。殿下乃天神下凡啊！好儿子，朕明白了，你昨日故意装出那副急色的模样，其实是胸有成竹，为了套取敌国地图，行这美男计与苦肉计，你瞒得朕好苦啊！
我真的只是单纯想被毒死啊！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天理啦？恭喜宿主，大魏国力再次升级，你想死的目标现在离你更远了哟。新娘子很漂亮哦，二哥要幸福的活下去呀！二殿下千岁，大魏万死！老二，你收服西域，立下不世之功，国库现在有足足300万两存银，你想要什么？即使要天上的星星，朕也给你摘下来。兵发布终极作死任务，多因大兴物土木，请宿主1个月内全部300万两，在极寒之地修建一座废柴奇观，引发民怨造反。父皇，儿臣不要什么金银珠宝，儿臣要在京郊那座最偏僻最寒冷的九龙死火山上修一座极其奢华的露天天池澡堂。在死火山上修澡堂，老二，你失心疯了？那山顶常年积雪，连根草都不长，漫山遍野全是黑乎乎的怪石头，在那儿修澡堂怎么洗？水端上去就当场结冰了呀！儿臣不管。儿臣就要用这300万两，把那座山的黑石头全挖空，铺上汉白玉。儿臣要在凛冬降临之时，在山顶泡温泉。谁敢阻拦，就是抗旨。挖，把国库挖空，让百官提着彩刀来砍你。九龙山的黑石头，别人不知道，我作为一个现代学霸怎么会不知道？那根本不是什么怪石，那是储量惊人的露天煤矿啊！二哥这是要借修奇观的名义挖煤，提前解决大魏100年来的寒冬危机啊！二哥太伟大了！胡闹！耗费300万两去修一个不能用的冰窟窿，朕绝不同意，想都别想！父皇若不同意，儿臣现在就死在你面前，直接自刎谢罪！老二，快把剑放下，别冲动，使不得啊！快点挖！把这些没用的黑石头全给我砸碎了，堆到澡堂的地基底下去。修澡堂不许顾平民，把京城世家公子哥全给我抓来！谁敢偷懒，打个半死！让我们读圣贤书的来搬着脏石头保证啊！快搬快搬，不搬石头就打屁股，小安监控最严格啦！等我爹联名上奏弹劾这个疯子，掏空国将修个破澡堂，大魏迟早亡在他手里。把黑石头全部填入底部巨型火窑，用金刚管路顺山坡连接京城地龙。记住，通风口和引风道千万别弄错分好，1厘米都不许差哦。这可是二哥的暖气工程大礼包。对，就是这个怨气，尽情的恨我吧，把他们的仇恨值拉满。等澡堂修好那天，我就把这堆黑石头全点燃，拉着他们所有人一起同归于尽，死得轰轰烈烈啊！计划通，二哥真是个同归于尽的小天才。陛下，木炭被黑心商商炒高100倍，百姓无物取暖啊！好冷好冷，陛下要冻成冰棍啦！哦，二殿下说今夜要在九龙山放火自焚，请全城百姓看烟火。国库前都被他修了澡堂，臣请立刻斩杀二殿下，以谢天下。孽障！他这是要毁了朕的大魏！备马，带上御林军，朕今夜要亲自砍了这个孽子！完蛋了，皇帝爹爹真的带刀杀过来了！太好了，观众都到齐了，今天我就用这把火点燃这堆黑石头，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千古第一败家死！大魏，毁灭吧！随我一起在冰雪中陪葬！燃起来，燃起来，回家吃大餐喽！公主，风道压力太大了，还火的话，整座山会炸开。殿下他不能松，我哥还站在上面，再坚持1刻钟，等管道预热吞入京城，风压就会降下来。江爷，你最好给我好好活着，你欠我的。值了。姜糖姐姐是全天下最好的妹妹。这黑石头竟然能烧，比木炭还热10倍！我们有救了，我们都不死了！这石头怎么没炸呀？为什么烧起来一点烟都没有，还像火炉一样舒服啊？说好的同归于尽呢？二哥，快来泡澡呀，水温刚刚好，38度哦。神火，这是天降神火啊！老二早就料到100年极寒。他修澡堂是假，比世家踩着黑金神石才是真啊！他宁被千古骂名，也要在这凛冬之夜为我大魏点燃救命的万家灯火！来了来了，皇上大爹的神级脑补右双宗赶到了。二殿下高瞻远瞩，我等肉眼凡胎，竟误会殿下是败家子。殿下用世家之手挖出无尽燃料，简直是在世圣人万家生佛呀！二殿下千岁！二殿下千岁！二哥千岁！二哥天下第一棒！传朕旨意。二皇子江野挽狂澜于极岛，救万人于水火。即日起，册封为大魏皇太子，入主东宫，监国执政。大魏江山非他莫属。强行加冕，二哥这辈子都别想逃出皇位了。B警报，宿
宿主声望值突破宇宙边界，奇观误国反转为奇观救世，系统判定严重违规，豆蔻10亿奖金，宿主寿命强制增加1000年，灵魂永远绑定大卫皇位，永生永世不得返回现代。完蛋啦，炸鸡没有啦，二哥要当1000年皇帝啦！我只是想洗个澡，顺便把自己烧死啊！这破石头为什么是煤啊？救命啊！我不想当太子，我不活了，让我死啊！二哥别哭啦，1000年很快就过去啦。葫芦真香，二哥回不去，炸鸡全归小安啦！嘻嘻，全糖加波霸，好喝。把我的炸鸡奶茶还给我！当了太子又怎样？寿命还多了1000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太子殿下，大事不妙！北蛮30万铁骑在边境集结，3日内就要踏平京城了。处罚成功，大魏覆灭，宿主历尽之怀去遣返现代，奖励双倍奖金加终生肥水畅饮。增兵？增什么兵？打仗多伤和气啊！和平第一，懂不懂？传本宫太子令，即刻解散北境30万守军，全部卸甲归田，让他们去北境长城外的荒漠里种西瓜。殿下，北境苦寒，荒漠连草都不长，怎么可能种得活西瓜呀？本宫不管，谁敢留在军营抵抗，本宫直接诛他9族！所有人立刻扛着锄头去种瓜，快去！大魏要亡了，疯了！太子殿下彻底疯了！主人，30万免费劳力上线，我们的绿色防御工程要开工啦！北境荒漠虽然干旱，但地下有丰沛的暗河。我早就用系统积分兑换了变异西瓜藤，30万大军去种地，长出来的可不是瓜，而是能瞬间掀翻北蛮战马的钢铁石石。二哥，你这亡国之路，妹妹我帮你铺得明明白白，严严实实。最棒啦！等藤蔓长出来，把蛮兵全部捆成大粽子。这回稳了，30万大军解散，北蛮铁骑杀进来，我就站在城门口等砍头。现在我的空调、手机、肥仔水，我姜也终于要回来了。二哥，参汤趁热喝，多补补身子。接下来你还有的忙。新开锣喽！祝二哥的亡国种瓜计划大红大紫。大王，天大喜讯！大魏内那个疯子太子竟把他们30万边防军全撤了，让他们去北境荒漠种西瓜。种西瓜？大魏太子能提前算到极寒，会犯这种蠢，这定是空城计，地底必有埋伏。大王多虑了，探子来报，大魏太子连守军的兵器都全部收缴了，他要在京城熔炼所有刀剑，给自己铸造一座10丈高的青铜雕像，以庆贺他登基太子。此人刚立储便狂妄自大，一心只求享乐见奇观，绝无任何阴谋。狂妄，简直是欺人太甚！这是把本王当死人吗？传令下去，30万铁骑不带辎重，全军轻装突袭，把那要3天内进狂妄的大吉上挂在城墙上点天灯。江野小儿，本王倒要看看你的西瓜田里能长出什么来。蛮王大哥，钢铁西瓜藤绊马索已经铺好，欢迎来到大魏绿花带。高点，再高点，把全城的刀剑、水锅、轴头全融了，1尺都不能少。二哥这波操作稳，把武器全融了，大魏直接物理意义上手无寸铁啦！遵命殿下，保证铸造出京城第一高像。太子这是作甚？把兵器都融了，万一敌人打进来，我们用肉掌去接刀子吗？你懂什么？太子殿下哪次做事没深意？前几次我们不都以为是胡闹，结果呢？对，二哥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大到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棋。疯了，简直是疯了！这是在自毁长城啊！快去通知百官，准备联名上书。北蛮一旦来袭，我们连把像样的刀都没有。丞相大人别慌，就算有刀，你们也不过啊！不如看二哥表演。乡亲们别怕，等雕像铸好，我就在城门口站着，亲自迎接北蛮大军。谁能砍下本宫的头，本宫认他当祖宗。殿下这是要以身殉国，用自己的命拖延时间啊，何等壮烈！二哥太伟大了，伟大到他自己都想自闭了。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只是想死啊！超级避雷导流网启动，以这座铜像为顶点，铜线呈扇形埋入地下，覆盖整个城门区域。超大型避雷针安装完毕，绝对能给蛮兵一个电击疗术。二哥，你这根合格的地雷针，妹妹我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二哥，他们来啦！速度100迈，心情极度豪迈。老二，
你赶紧给朕滚回来！城里连支箭都射不出去了，你送死吗？北蛮的兄弟们，大魏太子将也在此，城门都给你们拆了，直接冲过来砍我！谁能砍下我的头，我认他当亲爹！快啊！买定离手，砍头送太子爹啦！先到先得。殿下这是在用血肉之躯为大言时间啊！谈笑风生，万古第一烈士啊！太子殿下千秋，大魏魂魄不灭。你大爷的事！本宫是在求死，谁管本宫诛谁九族？超度百官，物理出度。殿下到了此时，还在用骂名保护我们，这回总该死了吧？30万铁骑踩也把我踩死了。二哥，注意逢撞姿势，他们马上就要亲密接触啦！二哥，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准备发射！雷神之怒即将送达，请蛮王签收。不对劲，太安静了！大魏城门大开，他凭什么不怕？他身后那尊铜像，难道是什么邪恶祭坛？蛮王大哥，这是我们二哥的艺术雕像，纯绿色无踪染，快来参观啊！不管了，全军列阵，拔刀，给本王把他剁成肉泥！铜线王以铜像为顶点，呈辐射状埋入地下。二哥的铜像不过是引雷针，真正的大杀器在地下。来吧，10亿宅快乐水，我将也要回家了！警告，机器次能量汇聚，要被劈糊了！跑！本宫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劈我，快劈我！雷神爷爷来啦！大家都闭上眼睛。啊！这是天谴，大魏有神明保佑啊！好香的烤肉味啊！不过好像烤的有点糊了呢。他妈的，连老天爷都联合起来演我呀！避雷针导流加地下通线定向传导，初中物理而已。二哥，你代码写多了，物理全忘光了吧？叫你不好好读书。召唤天雷，你果然不是人，你是个妖孽！撤，全军撤退！撤退！现在想跑，大魏的绿化工程可不答应哦。大王，不好了，我们的后路被绿色的妖怪藤蔓堵死了！启禀太子殿下。末将等在北境广种殿下赐予的神种西瓜藤，一夜暴涨100里，不仅绞杀了北蛮所有的运粮车队，还将战马全部绊断了腿。西瓜藤能长成这样？你们大魏种的是妖瓜吗？哼！殿下说了，这叫变异西瓜。我真的只想死啊！为什么种个西瓜都能长出变异食人藤啊？牛顿和达尔文的棺材板，这他妈都要压不住了！系统积分兑换的变异西瓜藤果然靠谱。二哥，你这亡国大计真是越走越远了。二哥的科学观今天正式宣布破产，恭喜二哥喜提变异植物大战蛮兵大捷。北蛮大王心理防线全线失守，正式进入求饶模式。天神息怒，小王有眼不识泰山，竟敢冒犯大魏太子！别投降啊！大王，你站起来，你还有几10万人呢，我们再打一架。你杀了我，大魏就是你的了，求求你动动手，拿刀往这儿抹，快啊！殿下莫要拿小王开玩笑了，小王愿自刎于殿下马前，求殿下放过我北蛮最后的血脉。小王怎敢对神明动刀？就是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碰殿下一根汗毛啊！蛮王叔叔真可怜，硬生生把二哥的真诚求死脑补成了千层套路的钓鱼执法。啊！到了此时，竟还想给蛮王留个体面。殿下圣明之君，太子殿下千岁，大魏千秋万代，殿下真乃圣明之君。太子威武，太子霸气，大魏第一影殿，实至名得。我到底要怎么做你们才能弄死我啊？天哪！二哥，别哭了，喝茶暖暖身子。你看，北蛮也降了，西域也降了，你这亡国进度怕是早就变成负数了。恭喜宿主达成成就，以求死之名一统天下，现代社会正在离你越来越远哦。父皇，儿臣有罪，儿臣没死成，不仅没死，北蛮还投降了。儿臣请求剥夺太子之位，发配边疆。老二，别说了，这几天朕夜观天象，又反思了自己这半生，朕彻底悟了。天灾朕只会哭，外敌朕只会躲，而你收西域，退北蛮，引天雷，你简直是活神仙。父皇，你这是什么打扮？你想干嘛？朕宣布即刻退位。
从今天起，你就是大魏的新皇帝。恭喜父皇成功甩锅，新任打工二哥正式上线啦！朕要去江南行宫钓鱼养老了，这大魏江山就交给你这个活神仙了。我操！皇帝还能强行辞职跑路的？回来，你给我回来！我不当皇帝。老皇帝跑路速度已达时速80公里，二哥你追不上的，老实打工吧。吾皇万岁万岁万岁！拜见新皇陛下，祝陛下早日批完10万份奏折，加油哦！ 10万份奏折，我只是想死啊！怎么当个太子不够，还给老子强行升官了？无官一身轻啊，钓鱼去喽！二哥别哭，当了皇帝，全大魏的毒药你都可以随便尝，这难道不是福利吗？我不干！当皇帝会短命的，老子要回现代享福！别逼我！陛下别跑啊！吉时已到，请陛下穿龙袍登基啊！二哥加油，冲啊！跨过这道墙，你就重获自由了！想得美！陛下别走！陛下别走！北蛮选手完颜洪对大魏新皇进行了完美的技术压制。完颜洪，放开我！你个叛徒！完颜洪，你刚刚还是我的敌人，你现在舔的也太快了吧！你的骨子呢？陛下，小王是被您的神威所从今以后，您就是小王的亲爹。哇，北蛮王在线认爹，二哥这波直接超级加倍啦！亲爹要登基做皇帝，儿子必须帮忙。爹，你别挣扎了，穿上这身衣服吧。快，把腰带给他系上，别让他挣脱了。强行登基套装已就位，防挣脱设计。二哥，你就别挣扎啦！放肆！你们这是造反！我命令你们杀了我！我是暴君，我会毁了大魏的！陛下就算要毁了天下，臣等也愿意陪陛下一起疯！二哥，看见帮人已经彻底被你的人格魅力洗脑了，没救了！臣等誓死追随陛下，请陛下登基！放我下来！我不当皇帝，我宁愿去北京种西瓜！陛下放心，您要是喜欢种西瓜，嫂王天天给您挑粪施肥。蛮王定制版 VIP 挑粪服务，二哥，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谁要你挑粪啊？滚啊！二哥啊，二哥，你这皇帝当定了，怎么跑都是无用功。西域被你征服了，北蛮被你打服了，百官被你感动服了。二哥，你跑得掉才怪嘞！等等，我渴了，我要喝汤。本宫喝完汤就登基。呼，冰天雪地，冷冻术，变成老冰棍吧！你要是被烫死了，谁来替我当这个皇帝，帮我打理天下呀？吉时已到，请新皇登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毁灭吧，赶紧的，本宫不，朕累了。请新皇颁布登基诏书。朕宣布，大魏今天灭亡，你们可以收拾收拾回家种地了。陛下登基第一件事就是自嘲自黑，彰显人君风范，臣等佩服极了。陛下圣明，陛下幽默，陛下真乃千古第一明君。宣布亡国被当成脱口秀，二哥，你的幽默感征服了全场。我是在宣布亡国，你们这群家伙耳朵聋了吗？爷臣懂的。二哥，感觉怎么样？天下第一尊位的龙椅，坐着舒服吗？舒服个屁！硬邦邦的，还没我现代工位上的电脑椅舒服。二哥乖，要不要小光给你加个爱心粉色靠枕呀？要不要我叫工匠去给你缝个软一点的颈部坐垫？加什么坐垫？直接给我加副金丝楠木的棺材吧。豪华棺材买1送1，二哥随时准备入住哦。想进棺材，二哥，这大魏的天下，你怕是要打理一辈子了。那个，朕登基了，按规矩是不是该下个圣旨啥的？陛下圣明，请陛下颁布第一道圣旨，定国号，开盛世。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天全体放假。二哥快这么念。行，那朕就给你们下一道绝对惊天动地的圣旨。传朕旨意，即日起，全国不准上朝，所有奏折直接烧掉，官员全部回家种地。大魏从此进入无政状态，大家各凭本事活吧。陛下，这圣旨是不是太民主了点儿？民主好啊，你们干脆推翻朕，搞个共和制。陛下说笑了，臣们以为陛下第一道圣旨不如改为减免天下赋税3年。陛下圣明，公主殿下英明啊！恭喜大魏全体百姓喜提3年免税大礼包，二哥功德加999999。我什么时候说要减税了？教头你背刺我！二哥，你想亡国，得先让百姓觉得你是个好皇帝，
不然他们凭什么有底气造你的反？先当好人，再让人造反，还能这么玩？逻辑天顺，二哥快上钩！好像确实有点道理啊。罢了，就按公主说的办，减税3年。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减税3年，国库空虚，没钱发军饷，到时候必定民怨沸腾。我真是个亡国天才。增加军费，劳民伤财，好啊，太好了！盖章，快盖章，加他10倍军费，把国库彻底掏空。准，加10倍军费，全国征兵，全民皆兵。陛下，这是北蛮完颜洪写的，他想用这笔钱给北蛮难民修房子。你要是批了，完颜洪就会感激涕零，更伺候亲爹一样效忠于你。那这个呢？建园林，把国库全花光。这是西域阿伊莎写的，建议种耐寒果树，增加粮食产量，稳固归顺。怎么又是好事？为什么我批个奏折都能批出惊天政绩来啊？天理何在？我不批了，一本都不批了，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去吧。二哥放宽心，你就是随便在奏折上踩个脚印，百官都能解读出治国方略来。二哥，你要是真不想批，我可以代劳哦。反正不管你乱批什么，我都有办法把它变成利国利民的好事。堂堂姐威武，无死角帮二哥打造千古一帝名号。妹啊，你能不能先把你二哥变成死人？不能哦。唉，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就是个打工的命。二哥，你说你天天想死，可你根本不知道，为了让你在这乱世里活着，我到底花了多少心思。堂堂姐别难过，每次系统反噬你都会头疼很久，小光会一直陪着你的。系统的惩罚让我记忆越来越差，我都快忘了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怕失去你。肥宅，快乐水，别跑，我的病症。都当皇帝了，还惦记你那破饮料，真拿你没办法。唐唐，怎么是你？你还没睡？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偷偷在奏折上盖章亡国诏书呀。二哥，堂堂姐可是亡国警监员，想偷偷作死没门哦。哼，我才没那么蠢，盖章亡国什么的，要干也得光明正当的。哥，早点休息吧，明天早上还有凡人的早朝呢。这丫头怎么管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像咱妈了。启禀陛下，江南连日暴雨，水位暴涨，若再不泄洪，3州怕成汪洋啊！淹没3州，泄洪？泄什么洪？朕命令，立刻堵死所有泄洪口，一滴水都不准放。陛下，万万不可！若不放水，3州数百万百姓将成鱼鳖呀！那就让他们搬家，朕出钱让他们全部搬到京城来。数百万难民涌入，粮食短缺，盗贼四起。这次我看你们怎么洗白我！朕要让他们感受皇恩浩荡。难民搬迁，人多了就要扩建，扩建就要水泥。江南正好有石灰石矿、水泥路、水泥墙，还有下水道。二哥这是主动送上基建大礼包啊！二哥，你这脑子真是大魏最伟大的基建总设计师啊！陛下圣明，臣妹附议，臣妹愿亲自前往江南，组织百姓有序搬迁，并利用江南石灰石资源，为京城修筑全新的防护水泥城墙与排水管网。高啊！陛下此举既解决了难民的生计，又巩固了京防，真是一石二鸟的千古神策呀！我是要制造混乱啊！谁他妈要搞什么水泥基建啊？陛下，您的基建狂魔皮肤已自动付费，退订失败哟！退订失败。报告堂堂姐，碳酸钙含量超标，这是超无敌极品石顽石烧出来的水泥能防原子弹。清洗煅烧之后制成高标号水泥，防水耐磨。这场天灾造成了大魏基建的催化剂了。传我命令，即刻开山采石，建立石灰窑，难民按劳取巢，修路建成，有饭大家吃。1、2、3，1。3天了，算算日子，江南那数百万难民现在应该快把京城冲垮了吧？难民抢夺粮食，物价飞涨，街头火并。朕这个昏君命是彻底你这快乐的时光只剩最后3秒钟喽，请好好珍惜。陛下，江南大喜，长公主在江南发现优质石灰石，水泥出炉了。
奈民就地建窑做工，不仅没有闹事，还自发帮我们修筑外城城墙，进度神速啊！恭喜二哥喜提以功代生，拯救江南大功德一件，万岁万万岁！公主说，这一切都是陛下的远见，陛下故意迁民入京，就是为了给他们活干。陛下真是千古第一人君。我只是想让他们闹事啊，为什么修个破城墙又成人君了啊？二哥，你这伟大的亡国大计，妹妹就先帮你改成建国大计了，不用谢哦。二哥看到了大卫1号工作公路，这特妈是朕那破破烂烂的京城。陛下，是陛下出宫巡视啦！二哥粉丝团京城分团正式成立，全员铁粉。陛下圣明啊！多亏了陛下，我们现在有新房住，有工作，您是大魏的救星啊！陛下，这是江南难民亲手蒸的白面馒头，没有陛下，我们早就被洪水冲走了。他们不是应该起义造反吗？怎么还给我送馒头来了？造反？二哥，你给他们修房子、发粮食、建城墙，他们为什么要造反？我只是想让他们来京城惹谁了？二哥不哭，快乐的皇帝生活才刚刚开始呢。哥，你看看这些百姓的脸，他们笑得多开心。你觉得这样的国家会亡吗？祝陛下万岁！祝大魏万年！也罢，回不去现代，能让这帮古代人吃饱饭，也不算白来一趟。恭喜二哥，大魏盛世县彻底解锁。警报！糖糖姐的记忆数据疗正在发生严重断层。警告：透支威望值累积反噬，目前记忆缺失已达3日量。若继续过度使用系统，可能永久丧失部分关键记忆。已经丢失了3天的记忆了。都怪系统规则太坏了，糖糖姐为了救二哥，换了太多禁忌刀品了。丢了什么来着？记不清了。不过好像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吧？奇怪，我刚才在想什么来着？我要写什么？糖糖姐是写准奏呀，你别吓小瓜。那丫头怎么又在走神？她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喂，糖糖，朕给你端了碗参汤，来给你补补猪脑子。哟，陛下竟然亲自下厨，太阳这是打西边出来了呀？对，二哥亲手炖的，没毒，快喝。少废话，快喝，喝完赶紧睡觉。谢谢你，二哥。你到底对我隐瞒了什么？我一定会查清楚。小翠，朕问你，长公主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突然发呆，或者忘记什么事？陛下，公主她前些日子批折时，突然问奴婢现在是哪一年。奴婢还以为公主在考奴婢，就回答了，可公主却愣了好久，说原来已经过了这么久了。还有什么？一字不漏的告诉朕。二哥，糖糖姐她真的丢了好多记忆。还有一次，公主把奴婢叫成了阿香，可府里根本没有叫阿香的人啊。那丫头到底瞒了我多少事？我怎么这么蠢？怎么现在才发现？二哥，糖糖姐全都是为了让你在这个世界活下去啊。我以前满脑子都是怎么死，却从来没想过他为了让我活付出了什么代价。姜糖，你要是敢把自己搞出什么事，老子这辈子都跟你没完。二哥，我们一起保护糖糖姐。等我，妹，你给我等着。二哥，你他牌了，二哥全都知道了。二哥，你干嘛？快放开！你是不是一直瞒着我什么？我能瞒你什么？你天天就想着怎么死。姜糖，别装了！我虽然天天想回现代，但我还没蠢到连自己妹妹都看不出来的地步。系统的代价是记忆啊！系统反噬，我每次兑换保你命的道具都会消耗记忆。现在我已经丢了不少事了。丢了？忘了什么？不太重要的事，比如小时候我们养的那只花猫叫什么名字？
还有，你第一次熬夜写代码被老妈骂的时候，我在旁边偷笑，我都记不清了。那些都是我们俩的事啊，你怎么能忘了？二哥不哭，糖糖姐不哭。糖糖，听好了，从今天起，绝对不许再用那个破系统了，听到没有？你不会现代了？想，做梦都想。但我只用我妹的记忆去换，大不了老子在这当一辈子皇帝。二哥，你终于像个当哥的样子了吗？闭嘴，睡觉去。二哥，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办？那我就一件一件讲给你听，讲到你记起来为止。反正咱们在这大魏还有整整几百年呢。